面绿色的棚那里的话，就是马里奥波罗大街了。旁边这一条支路有一家超级受欢迎的早餐。在 Google 的 Map 上面，很多人也说啊，如果早上有时间，一定要在这一家来尝一尝。还有很多菜，豆腐、牛肉、鸡肉，看起来这个分量确实很不错。你看他们当地人的话，也是买了之后在旁边坐着吃。160 cc. Check. My friend, yeah. 他去找他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有那个大一点的车。昨天说好的还是130，今天让我去他朋友那里，直接给我说200。走吧，我们去找第一家了。Finish. 走了一圈，然后这条街已经没有了。我们找到昨天早上租车的，然后他说已经租完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又只有倒回去租他那个比较差的。他只剩这2个，那一个已经租了，我们相当于租的是最后一个。我们出发了哟！先去加油，加油还要排队。我们现在相当于排到最后，然后要排那么多个，全是摩托车的。相当于摩托车排队的话，要从这外面。然后一直排，早着嘞，要到这里才可以。这个是在加气，好，到我们了。其实这个还好，看着多，排10分钟。我们这加50的10块1升，8，只加了28。哎，这里有一个音乐喷泉。好文雅的感觉。这个摩托车自动的排成2排，中间空出来。我们骑了好久，然后一直都是城市道路。看到没有，在这个方向，这个火山是死火山，走错路了。大哥问一下，在这个小卖部，刚好下来休息一下屁股。这边可以报，哎，那块儿哦，弯路，就是这条路，哦，弯路，弯路，ya, nanti ada apa? Jalan lebar, wah di kanan. 这边还是这边？ Wah sini, ya. 哦。Thank you. Yeah. 他全程用印语跟我说的，但是听到了利巴尔。这里就是协理的，你看一个草坪婚礼，啊，简单的装饰了一下，还是很隆重。而下面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坐在这个大棚下面。哇，好有感觉哦！你看，一边是麦田，清新自然；一边的话是草坪，草坪上面举行婚礼，太特别了，真的太特别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婚礼，这是新郎，这是新娘，祝他们百年好合吧。好，我们继续出发了，走。那喂，走到下面。Go there. Leopard. No. Walking. 就走。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但是它这里一个岔路口，看，其实在这里的话 ，Leopard 就看到这个牌子了，它两边2条路，这边路也在修，这边路也在修。然后已经封路了，然后现在就把车停到那个旁边，他说要走上去才可以。
我们现在到尼泊尔了，准备要上山了。这里上山的话，只能走上去，走吧。哎呀，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高原，走起来好累呀、1600米。1600米，这个坡比较陡，是不是？太阳又大。Hello。大哥本来说让我们从外边走，然后外边走那边是在修路。这个杨大哥进来问了那个当地的居民，然后他告诉我们从这条小路走，这两旁全是他们的庄稼，这个才叫爬山嘛，这个才叫徒步嘛。好，我们刚刚从坎上面又走到下面来了，走进人家墓地了。这个海拔1600米，和下面走路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要走到那个房子这里，这里是一个观景台。在上面景色非常的不错，但是现在太晚了，这个火山已经进云了。我们要找来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非常好，绝美。好累啊 1 person 哈。甩一个，甩一个，哇！耶 ，nice！ 哦，吓人哦！我要做一下心理准备。哦，我的我会怕，吓死我了！它那个楼梯超级陡，然后它下面还没有风，真的就是踩滑了就会掉下去的那种。我看起来就特别害怕。然后现在是上来，可能我们来晚了，啥都看不到。就看到村落，火山一点影都没有，全部进云了。然后现在大哥在这里飞飞机，看能不能穿云看到上面的火山，看看上面是什么景色。小心一点飞哈。As the chemicals that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嗨，世界这么大事儿，带你的天下，骑了1个多小时的车。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日惹的尼泊尔小镇。来尼泊尔小镇呢，主要就是看火山的。来，顺着我的左手往这边看啊，沿线的这一个山脉线一直到底。再看我的右手边，沿线的一个山脉线一直延伸到底。而我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是站在这一个山脉线的山脚下、山坡上这样的位置，而这一整座山全部都是火山，相当于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在火山下。这个尼泊尔村最奇特就是它整个村庄啊都是建立在这个火山村的山脚下，依山而建，在这个坡上，而且它都是很彩色的这种房子，很梦幻。如果没有云的话，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火山口，这是很特别的。当然呢，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缘分啊，没有这个福气，看不到啊，因为它进云了。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要看火山，在沿途来的时候能看到，尽量拉长焦，能拍多少拍多少，不要等到进云了，来了之后啥都没有，飞飞机都看不到啊，宝贝儿们。那到这里的交通推荐呢，只有2个，要么包车，要么就租一个摩托车自己骑过来，没有其他选项。那走吧，我们下去转转村子。What motorcycle to where? Yeah. To where? To where? Where? It's a Look Mountain. 哦，来。Oh. But now, Yeah. now in there. Yeah, photo. Oh. 哦，转一圈，它都是通价，所有的加在一起就是35千。它这个就像公交车一样。对，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超便宜的。
这应该是我见过骑摩托车最便宜的一个景点之类的。最远的就拍照的话就是4000，然后下来这个的话3000。就这两个位置的话就是3000。对，然后下来，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2000。因为现在火山已经进云了，其实我们去最高的观景点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就决定在村子里面转一转，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walking。是的。那它这个摩托车确实便宜，而且他们是统一着装。对，就像公交公司一样。他们这个有的房子墙上都有这个壁画。对。然后我发现了这个当中的一个猫腻。什么猫腻？你看上面写的字。Nippon Paint。全是立邦漆给赞助的广告。哦。你看那里立邦漆，然后上面你看都有立邦漆嘛。我这个广告我觉得还是做得好。他们自己种的菜就拿出来卖，养种的西兰花、大白菜、红薯，还有这什么？kentang kecil。potato。Ya, kentang kecil。kentang kecil。小土豆、大土豆。不要。还有一些小食档可以吃东西。大白菜，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这是炸的红薯。大葱，这个大葱我拿起来没有用。哦，你看那个胡萝卜。这胡萝卜还。好乖哦。这个肯定是甜的。你要不要买一个？这个直接吃。生吃，它是直接可以生吃的。不信嘛，那是为了买都可以的，他告诉你这个是可以吃。走起来确实有那种尼泊尔的感觉。西兰花，就这样一盆一盆的，但是都很小。好乖哦。对。这个是盐须，不是芹菜、小土豆，这个生菜绝对是纯天然的。水果。香蕉、木瓜。永远都是香蕉、木瓜。清真寺嘛。也可以啊。你不然一来就上这么高的高原。他们就是骑摩托的带上来的。我们也走到了第一个观景台 ，Taman Depok Masjid， 啥都没有。小村这个小镇上面的所有交通全凭摩托车。这个是什么？What's this? Tobacco? It's smoking? 哦，好大的烟叶。好，我们到清真寺了，听着阿訇在召唤我们。那个观景台就是刚刚介绍的3000。大家要来的话，还是坐摩托车吧。对。它这里的海拔虽然只有1600米，但是你看我们从下面上来走这个坡呀，就感觉特别的累。里面牛在呼唤我。哦，好多羊啊！这可以喝咖啡喝茶。如果太阳没有那么晒的话，绝对这个风景还是很棒的。其实热倒不是很热，主要是阳光有点直晒了，紫外线有点强。对，紫外线有点强，大棚可能还会好一点。它这边下面风很大，走，我们去人家家里面看一下，转一圈。是你家亲戚不？是我家亲戚啊，我喜欢这个路。鸡吗？鸡棚。有人家晾衣服。
嘛，肯定是有人的。还有这么大一院子，哇！你还说人家这里不出橘子？好期待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这是什么？不，我第一眼以为它是灯儿，我以为是茄子。灯泡。兄弟们有没有认识的？那个又是什么呢？长得像个刺牌一样。这个不要摸哟。它中间是空心儿的。乱走啊！走，下山。这个走下去，我的脚都是那种。哇，好踩呀！啊，金 the ring Anna in the thing，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小心一点，边边就是悬崖峭壁。它其实每家每户外面的这个露台都是观景台，你看这个也是，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立交桥，可以直接通过左边的匝道到人家家里吧。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超级无敌的陡。你看我们走路都基本上是这样在走了，他骑摩托车，它是呈一个30度接近45度的角。他骑摩托车还直接就这样一出溜的就下去了，他就不怕自己飞出去。我走下面，我觉得这个房子这些感觉都是危房。你看这个。好破旧，好旧，好旧。多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拍的。大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火山底下生活的话，会不会有，万一火山那个熔岩闷出来了，把这里淹了怎么办呢？有没有这种隐患呢？这种隐患要靠你这种智商的人去研究一下、突破一下、解决一下。我觉得研究出来，你看这个叔叔，好大2根木头，让你扛你都扛不起。意思是立邦给他们赞助，他们自己就是愿意画颜色就画颜色。我估计是立邦直接打的广告，然后请的人来画。他们本来骑个摩托车，这个坡又陡，2个手都扶着方向，然后我一招手，他们还要腾一个手出来给我打招呼。技术还是你有，厉害极了。Hello， 嘿，没人给我打招呼了呀。这么陡的坡，人家放下坡，他喊人家打招呼 ，Hello， 那个手一放，只怕人就飞出去了，谁给你打招呼？反正他拿几个给我，我给了他2000，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他给我装多少算多少。其实我就想的是长一个，对，但是我又不知道给多少钱。他们这个番茄很好看，就是它是长的，对，它不是我们那边番茄是扁的。当吃了补充维生素嘛。对，不补充维生素不是这个呀，当水果吃。补充维生素是这个呀。那你吃吗？8个。可以的。 OK。8个。2000就是1块钱8个，1块钱，按正儿八经的人民币算的话，还不到1块钱，就几毛，还是洗不下噻。尝一尝哦，这个没有打农药的。这当然是没有打农药，淋的是粪呐。好不好吃？甜不甜？酸甜的。和我们那边的番茄有什么不一样？没啥不一样的，一样的。样子不一样啊。比较解渴，对，它比较小。 你把那个火山看一下噻。这里为什么要叫尼泊尔小镇呢？因为这里地形的话就很像尼泊尔。再有呢，尼泊尔后面呢是珠穆朗玛峰，那这一个呢，尼泊尔小镇后面就是苏宾山，而苏宾山就是这个火山的名字喽。
看这个，他背了一个书包，举着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太陡了，脚是软的，发软。所以就要吃东西是吧？是啊，这个路好陡哦。拜拜。拜拜。好，我们现在从尼泊尔小镇出来了，我们要去下一个小鸡教堂。吃东西就随便下面找一找吧，有就吃吧。好，出发。这个下坡才叫恼火哟，路特别不好。Hello。前面交通堵塞了，乘车在下东西。你在路边找一家本地餐吃，这个鸡肉一整坨一大块的17千，这个一整个小肚是13，然后加个米饭一块的话是30。哦，这个叫儿肠。就是咖喱。他们这边就是这种一坨一坨肉的，就是你自选，反正选一坨就是多少钱，一坨就是多少钱。对。你感觉其实很贵，但是你要把它细了来想，它其实就不贵。比如说一坨肉8、9块，但是你想它有这么大一坨的嘛？对，我这个算起来人民币的话才14块钱、15块钱一份。2坨肉了嘛？对。就是没有素菜。好，吃完中午饭啊，我们现在继续出发去小鸡教堂，从这里转进去啊，然后一直走，走1公里左右就到了。嗨，世界这么大，事儿带你一个天下。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小鸡教堂啊，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景点，这里也比较凉快。在一个森林里面，OK， 啊，这个是25千一个人，然后它每一个人里面的话，它有送一个零食 ，traditional food 传统食物，然后就是这样子 ，OK，no problem。啊，这个车子进来还买15千的票。不是，它是车票，可以坐这个车直接坐上去嘞。你看到没有？是这个意思哈。对，15千。就一个人15千，你就不用走楼梯了。那我们还是走路吧。我们重庆人怕什么？重庆叫什么？叫重庆叫3城，是不是？说是小鸡教堂，果然一进来，他们真的是自己就养了很多鸡。那个下面一群一群的小鸡玩，但是这边鸡特别瘦。我操，这是谁修的路？这个反人类的设计，真的。哎呀，爬上来了，看着还是很吓人，实际上爬的话可能也就几分钟。这个一上来这里就有一个，应该是信息中心吧？不应该往这边走，它这是个咖啡馆儿。哦，还要往前走。这个是不是在里面对吗？不是这里。哦，你都知道在哪里了？哎，啊，那走吧。哇嘞！小鸡教堂以前本来呢，它是一个鸽形的教堂，但是因为修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呢，它就荒废了。现在呢，过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就把它修成了一个小鸡的样子。现在这个小鸡教堂，它纯纯的就是一个景点，供大家玩玩而已的。走吧，带着我们的票，我们去到小鸡的里面。Actually, from this ticket, you get also tour guide facility from us that will accompany you from the first floor until second floor and will explain the story. 小姐姐，你说的太快了，她一句都听不懂。My English just a little. Yeah. My friend will 有 say 几个 it.？How many Chinese people to there? Chinese. Ah, Today is my Korea. two. Only, No. Only you, maybe. only you, only me. Yeah. No. 他翻了2篇都没有中国就的。今天只有我们俩中国人。今天就只有我好 ，Thank 们 you。OK，拜。是不是有获奖感言？
对，他的英文好好啊。这么大一个景点，而且还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今天就只有我俩中国人。哦哟，它里面的话就比较凉快，然后以白色的为主，白墙，然后有像教堂，穿过这个门就像原始的石器时代一样。你看这边还可以走，来 ，come on， 这是在探秘吗？哦，这是人家那个祷告室。我是觉得啷个铺了地毯不当个对呀、我看人家在拜啊，你看嘛，它这里面完全就不是那种精装修的，这样看起来就像一个石洞、一个山洞一样，还是很特别的哈。哦，这里面也是那个拜拜室，啊，这上面好多人家插的什么东西。好，我们从石窟时代进入到现代。哦，它这个画是全部直接画在墙壁上的，然后再是做的画框。我们找路上2楼。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哇，这个有个小小的缩影哎，你看里面种满了呀耶稣，这里面感觉好阴森哦，到处都是礼拜室。这个礼拜室在里面感觉像在修炼一样。从这边走，这就出去了啊，找到路了 ，Come on， 顺着花花走。Of the wall home， 走，直接上去吧。哦，2楼就比较大了。2楼这里一整个厅，一整个大堂，它就给人感觉是非常宽阔的、简约的。然后中间呢有一些画展，这个就是画了，刚刚那个是画在墙壁上的。感觉到以前这个方向应该是主教。然后下面呢就是位子，就是教堂的那个位子，座椅。继续上3楼，地下1层走到了平层。哇，这个好 Q 啊！这个颜色，那种粉紫，这个像原始人一样。这个又有小孩的那种希望。3层的周围好多壁画，你看有代表绝望的、生病的。还有人体的解剖，心肝脾肺肾的一个介绍。好，这个是不要滥用药物啊，我的理解，我的个人理解。但这里又有一个很温婉的女子啊，给人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柔。下面1层你看都是青草小花，很有活力。你看这里，我们要有爱，还有原始人，还有小朋友的愿望。他这里感觉就是人的一个创作，不一定是有关于宗教的。对他们，我觉得没有完全就是贴合于基督教来画什么东西，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我们继续上楼，我们要去顶上看机关。它这个楼梯都还是比较那种简易的。上面这1层呢也是好多壁画，好凉快啊！哇，这个就是那个鸡脖子那个中间棱形，我们刚刚在下面有看到的那个棱形。不同民族的应该是，这个叫班腾，这个叫崩克鲁，好，这个叫 Jogya。你看他们的结婚礼仪风俗不一样的。好，继续鸡脖子，我们现在到鸡脖子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要走到鸡冠鸡头上面。哦，这1层的话就很多画展，各个地方，埃及。哦，对，照片展，来看吧。我们要走到这个顶上，飞机的话还可以是看到火山。他说那个明显就是 P 的一个头在这里，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到火山，其实本来也可以看到火山，但是他这个鸡头 P 的有点要过了。好，继续往上走，这是鸡嘴。
吸到嘴巴那里，你看。但这里太危险了，我们就不能出去啊。哎，再给，哎，叫你小心一点。这里很窄很小。我们现在来到了最顶点，看这个机关就是这个皇冠，在这里的话，风景视野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一望无际啊，还可以辽远可以看到那个佛罗浮屠啊，节约200块钱门票，但是啊没有千里眼，看得不是太清楚。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说这边是可以看火山的，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但是我没有看到火山呢。它这边都是火山，你只要尖的都是火山，那也是火山，那也是火山。你喝得个哟？都是火山，火山怎么说的了嘛？也是。Fire Mountain。屁！你刚才问人家什么？我说 Fly is OK， 他说 OK。那你 fly 啥？他那个什么？这个景点只适合于1.8米以下的朋友们玩，1.8米以上的朋友就不要来了。开玩笑哈。小鸡教堂看完了，然后我们在门口来买椰子。他这个直接给我喷了那个水。走，下山。小鸡教堂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去另外一个所谓的观景平台，然后看普兰巴兰。啊？你可以在湖南我那个叫什么佛陀观景台看普兰巴兰，这是屎吃多了吗？啊？问你啊？嗨，小鸡教堂我们看完了哟，接下来上车去一个景点看那个婆罗浮屠，走。好，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景点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古迹。嗨，我们现在来到了婆罗浮屠的附属遗址啊，因为婆罗浮屠的门票太贵了，要200块一个人，那所以呢，秉着节约的原则，我们就来到了这里来参观一下。据说以前要去参拜婆罗浮屠，就是从这里开始朝拜的。它这个浮雕还是很精美哦。很有这种吴哥窟的感觉。你看这些石雕上面都是拼嵌的，一组一组为主题的。找路上去。从这一面来看啊，这个佛塔应该是倒塌过的。我们从佛像上面来看，有一些佛像它的身体都已经是扭曲的一个状态，而旁边这些花纹的话，甚至都没有堆齐，都感觉是东拼西凑的感觉。那这个底座的石头用的是火山石。这个神像的话，是不是很像中国的飞天？而这个石雕像，感觉像这个佛家的一些故事传说。火山石雕的这个超大的建筑构件，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上2楼看看。哦，先转一圈，我们再进这个大殿。说实话，我们一直说婆罗浮屠呢是佛教的遗址，但从这个建筑上面来看呢，可以看得出印度教的一些影子在里面。你说是不是那个时候印度教和佛教共存的时代，他们的建筑是不是都差不多呢？上来之后看这个佛像就更加明显了，你看他们的身子啊，那些都是破损很多的。这里其实没有游客，很适合慢慢在这里推敲它的花纹和研究它的佛学。哇，这里面好大的3个佛像，而且它顶是金字塔的这种形状，好特别呀！八刀。国内绝对这里进都不能进的。对，国内至少真的是在国内，我是没有见到过这种金字塔造型的，里面有佛像的，真的很特别。
而且你看这个佛像，它雕刻的都很柔美，很饱满。你看面部表情，它整个的脸部是非常的温和的，很温柔的和善的感觉。走，我们去逛逛公园，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遗迹。好像有看到那边很多，可能当时留下来的。那这里呢，留下的就是一些构件了，不足以拼凑出来的一些断壁残垣了。但你从细节上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花纹啊，这些看起来的话还是很漂亮的，当时还是很精美的。啊，这边也是。走到这里，看到历史的讲解才知道，真的是1895年的时候塌成了，只剩下1/3了，还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后来呢，是在1901年的时候搭了木架，然后再重新给它修葺起来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的话，都是修复过后的。但是我觉得修复过后的都已经让我很震撼了。我很好奇它以前是有多美。夕阳落在这个佛塔上面，看起来是闪着金光。夕阳下面洒着金光，这片草坪真的是好美哦。嗨，世界大事在牛天下，那日惹的婆罗浮屠附属建筑就带给大家看到这里了，继续跟着我们游印尼吧。我们惊险的现在已经回到了市区里面，还有3公里，马上就要到了。走错路可能吧，从天亮开到了天黑，看起来没有多远，实际是骑了很久。马上要到酒店了，这个是成功的回到古城区了。我们成功的今天骑了一圈。虽然时间有点晚了，今天晚上要去三宝龙。刚刚还了车，7点半的车去三宝龙，这边过去4公里，我们也需要打车的时间，特别的紧张。马里奥波罗街这里面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打车的，车型直接关闭的。他问摩托车，这边过去7点半不一定做得到。Blue， I did the tour. My wife boy. Yeah. 那个老外还在给他讲价，好紧张啊！我本来说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一晚，明天咱们再走，干个不干。他时间特别珍贵，他想用更多时间拍更多的地方，然后拍出来让大家看到，好吧？没有办法呀。他说过去多少钱呢？18，那个高铁软件的钱。这个老外又跟他们在吵架，又在扯钱的事情。急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刚好有一个大哥。现在都已经7点半，就算起来都7点半过了哦。OK， 我给他说了19点30的车，他说可以。20钱 ，OK。又戴上了头盔，现在坐上了 Gojek。20千，然后让他们快速的把我们送到那个汽车站。他说可以7点半，他可以到。我觉得估计够悬，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得拼一拼嘛。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永远在路上啊，敢拼才有希望，才有这个机会啊，说不定就坐上了呢。实在坐不上嘛，是吧？这也是缘分，那确实没有这个福气，那我们就下一班，或者说怎么样再说。我们紧赶慢赶，现在是已经到了这一个正确的售票大厅这里，然后还好，本来是7点半他们就要发车的，但是这个前台的小哥哥告诉我们7点半这个车还可以坐，然后2个人没有问题啊。现在相当于我们就马上买票。
啊，真的是精选自己。刚刚他坐一个摩托车，我坐了一个摩托车，我们俩差点失联了都。我们俩差点刚刚就失联了。然后还好，我问前台小哥哥，我说有没有那个网络，然后我马上联系他，他虽然没有接，然后我走到门口刚好就遇见他了，还好他没有走错，还好他没有把我弄丢，真的是。你刚刚有没有考虑过把我弄丢哦？我不会，因为我查了资费的，我用我最贵的方法给你打，就是6块4一分钟。我给你打的是打通，你给我打同样打通，所以我给你打微信，你知道吗？就在那里啊，反正我们都到一个目的地。就万一目的地是不一样的嘞，他万一找不到嘞，所以他这边7点半发车的话也不是那么准点。人家不是7点半吗7点半，才7点50了都要，司机也还没上车。关键是你去打车，你没有钱。人家司机都服务我有老婆呀，我给他说了，我说我老婆付钱，他说no problem，没有问题的。他刚刚遇到一个老外跟他扯钱，现在又打了个中国人，最经典的，我跟你说是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我老婆，我给他翻译了，我说我老婆付钱，他说 no problem， 没有问题。然后我说我先进去买票，我老婆来了，你让她付钱，他说 no problem， 所以我就走了，我正准备走你就来了。他什么都 no problem 是吧？哎。Much later. 嗨，我们现在到了三宝龙了 ，Semarang 啊。刚刚我们就是坐这个小车过来的，坐了差不多现在几点？10点44。坐了2个多小时，我们是8点钟左右走的，接近3个小时吧，接近3个小时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们要去酒店啊办理入住，酒店也是在车上临时订的，10点多钟了，我们还没有吃饭。先找酒店吧，就实在不行的话，就在便利店买个方便面，先将就吃来着。好，叫车 Grab， 费可以。打 Grab， 然后到了酒店，这个小哥告诉我们没有订他们的酒店，我们相当于是走错了，这地址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又要去找我们真的酒店，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订的酒店是这个酒店，没有走错，但是现在老板跟我们说的是没有房间了，他让我们现在自行退款，但是我们的 Agoda 根本就没有退款的那个订单显示现在已经 check 的，他又没有房间。现在已经11点27了，国内时间12点28了。我们在Agoda是付了钱了，然后预定了这个酒店，但是他说他房满了，让我们退，但是Agoda现在是不能退，因为它上面没有退款，因为已经过了今天了，现在已经马上14号了，就是已经不能退款，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能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手机只能上网，所以联系不上Agoda，然后让他帮我们打，他也不知道在弄些啥。反正就很莫名其妙。现在我们的我想的一个主意就是我们在Agoda上再另外的订一个酒店，然后我们就去住，然后他这个酒店就回去以后再搞。他这边刚刚跟我们看的，反正就是你把电话号码意思讲的是我们的房满了呀然后完我们让他帮我们打电话，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只是接待员，然后他没有办法义务，然后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让我打电话给Agoda。你好，我给你一个 ID 的订单号，你帮我查询一下哈。我这个订单已经付款了，但是我到了这个酒店，他告诉我他的房已经满了，他让我退，但是我的系统里退不了，我可能要你这边操作一下。我现在就在这个酒店的店这里。但是他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英语。你最好可以快一点。他干什么？他让我等一下。第2次打电话。你帮我查一个订单号码。138。你先不要挂电话，也不要给我去查询，因为我刚才已经打了电话，我在查询。然后我现在，你听我把话说完 ，OK？
我就是说我把电话打给你们，然后你们有录音，你就不要在这里给我检查了，因为这个手机号码你看得到是他们本地的号码。挂了。OK。Thank you. Maybe. One hour later. 他阿高大就是帮我们退了，然后他说房费的10%，然后作为补偿给我们，10几块钱。走吧。我们打过来车就40，我们现在又要打过去37，现在12点过了，凌晨1点钟了。凌晨1点钟，我们还在外面游荡，还没有找到酒店，真的是崩溃至极。这个旁边，人家门儿啊、店儿啊那些都关了，街上人都没有啊，吓人啊，兄弟们！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哎。成功的打上车。我先进吧，你先进。你先进吧。重新订的这个酒店好像到了，检查一下手机设备，在这里面呢。这里面也不像啊。应该是吧。凌晨1点半，然后站在这个巷子这里，我说实话，我觉得好吓人呐、真的。网又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网啊，一到了三宝楼这边，它是有500名啊，有时候还有。啊。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Is it？ 是不是？希望一切顺利吧，只想找个地方能让我们把行李放下，坐一下，缓一下，不要让我大晚上在外面再走了。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订单，然后用软件发给应该是他们老板吧。查一下。老板这么晚都没有睡觉吗？他说房间在准备中，这凌晨1点钟准备什么？听到他说又没有房间了，我这一瞬间我真的眼泪都眶着了。怎么不要这么来整我呀？他说是的，住宿房间已满，但我们仍在努力准备房间。等了差不多20分钟，终于有结果了。1点半啊，凌晨，国内相当于2点半了。然后这个大哥最后问了一句：“大哥，你是一定要使用电视吗？”我特别想说，我不需要电视，我只想睡觉。大哥，意思是在厨房马上安一个床，然后让我们睡吗？这个阿姨在做清洁。旁边还有个房间，可能是那边那个房间。可以不要喷那么多吗？啊！他给我们整了一个房间，来，哎呀，不管了呀，就这样吧。我已经不挑了，我什么都不挑了。